我花12万给山沟里的穷村装了套高压提水机，8年只收最低电费。亲叔叔联合骗子公司叫我贪污犯，当着几百号乡亲的面把我扫地出门。我签了免责协议，拆走那台属于我的纯铜核心电机，去城郊建了年产值过亿的生态农场。大旱年，骗子公司的破机器撑不住了，满山果树渴死。叔叔急火攻心，在城里最繁华的生鲜市场当个看到。堂哥半夜去偷我电机，手铐带进了看守所。最后，全村50多号人跪在我公司大门外，用额头一下一下磕着滚烫的柏油路。6月末，大山里的热气刚开始发狠。我一个人趴在泵房的水泥地上，把主泵进水端的过滤网从套管里一节一节的往外撑。这活1年至少干2次，不清就堵了出水量跌一半。我手上的机油污渍还没来得及擦，叔叔沈大顺就带着一群人从泵房门口走进来了。什么破地方，黑乎乎的，机器响得脑仁疼。他进门就捂着鼻子，身后跟着堂哥神虎，还有2个夹着皮包穿着带领带衬衫的陌生男人。叔叔进了门，眉头皱成了一团，在机房里转了一圈，用手背拍了拍电机的外壳。沈川，这机器都几年了，我问你，出水细的跟个细线一样，你是不是故意卡着大家用水？我站起来，用抹布把手上的黑污擦了擦。叔，咱们村子坐落在高坡上，地势复杂，能把水稳稳压上来就不容易了。这台机器是我当年自己掏钱买的，管网是我自己规划安装的。8年了，我只按实际耗电量向大家收最低标准的电费，哪里叫卡人？叔叔没搭理我，回过身朝那2个陌生男人点了个头。那个皮肤白净、戴着细框眼镜的男人清了清嗓子，走上前一步。各位乡亲，我是智能源农业科技公司的魏经理，我们是省里登记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专门做农业智能水利一体化工程。你们现在使用的这套设备是10几年前的旧型号，效率低，能耗高，还存在漏电和锈蚀的安全隐患。只要大家同意把这套设施交给我们公司统一管理，我们会对全村进行免费的全套升级、变频智能控制、高分子耐腐蚀管网、手机 APP 远程操作，出水量保证提高1倍以上，而且综合水费比现在还要便宜。他说话的时候，泵房外面已经围了不少人。张大姐把扁担搁在门口那棵大槐树根上，歪着头往里张望。真的假的？免费换新？手机就能交地，有这好事？人群开始嗡嗡的响。我扫了一眼那2个陌生男人，又看了看叔叔脸上那副胸有成竹的表情，心里一沉，这阵势根本不是来谈合作的，是来摘桃子的。那天下午，叔叔一直到天黑前都没有走，他拉着魏经理在村子里转悠，对着每一户村民画大饼。等他们一走，我把当年的购机发票翻出来，对着灯仔细看了半天。这台电机花了我12万，12万是当时我积蓄的全部。那是我25岁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村里的旧水渠在大旱那年彻底报废。我借钱学了2年农业水利，又跑了4个城市的二手工业设备市场，花了整整3个月，才把这台大马力纯铜绕组的工业级变频电机找到手。村里最高那片果园，海拔比最低的田地高了将近60米，普通农用水泵根本压不上去，就靠这台电机才能把深井里的水稳稳地送上山顶。那晚我没睡着，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也知道，我拦不住。第2天天还没亮，村里的大喇叭就响了。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请全体村民准时到场，不得缺席。我洗了把脸，没吃早饭，赶到村委大院，院子里足足挤了300-400号人，连腿脚不便的老人都被人搀着呢。叔叔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叠打印好的材料，表情严肃的像个来宣判的法官。乡亲们，今天我站出来说这事儿，是因为良心过不去。我调查过了，沈川刚管着咱们村的水利这8年，私自加装了另一套计量装置，把本该流进咱们田地的水截流了将近30%，转卖给了外面的承包商。与此同时，他向大家收的电费比实际用电量虚报了30%，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账目就在这里，白纸黑字。他把那叠纸高高举起来，人群里立刻炸开了锅。什么？他把咱们的水卖出去了？卖了8年？我就说嘛，我家那片地每次浇水为什么要浇那么多？人类有猫腻，大顺不会冤枉自家人，他说的肯定有依据。村长背着手站在台阶边上，眼皮一直朝地上耷拉着，始终没看我。我走到台阶前，村长，我要看他说的那份账目，我要看原始数据，看水表记录，看电网供电记录。这个账目是智能源公司的人帮忙整理的，一时间找不到原件。那就是没有。沉默，村长叹了口气。沈川啊，不管怎么说，镇里在大力推行农业现代化，这事儿关乎全村的未来。你是本村人，要识大体。再说，你叔说你不交出管理权，那家公司就不肯进驻啊！你从中作梗。我从中作梗？我反复把这5个字在心里念了2遍。我在这个破泵房里趴了8年，大雪天爬上山顶去检修线路，洪水冲断管道的时候跳进泥水里堵缺口，扳手砸破了手，没报过1分钱。然后我从中作梗，我环顾四周，那些曾经深夜跑来叫我帮忙修水管的面孔，那些每年果子丰收了来送我几斤的乡亲，全都低着头，或者把目光偏向了别处。连昨天还拍着我的肩说你真是全村的主心骨的李二爷，这时候也把眼神藏进了鞋尖的土里。人群里有个声音响起来：沈川这人一向精，做什么都留后手，没准真有问题。阿顺好歹是他亲叔叔，不会害自家人的。我握着拳头，
心里那块最后压着的东西彻底碎了。我从衬衫口袋里取出一份叠好的文件，走到村长的桌子前，把它拍在了上面。行，要是我交，管网我不动，泵房我不动，一颗螺丝我不碰，但我有一个条件，全村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份免责协议上摁手印。从今天开始，这个村子的水利跟我沈川再无任何关系。以后涨价也好，停水也好，旱死果树也好，大家各安天命。叔叔生怕我反悔，一把抢过那份协议。签就签，你以为没了你，全村人就得渴死？他第一个摁上了红手印，神虎紧跟着按上去，然后是张大姐，是李二爷，是村长，几百号人排着队，争先恐后，生怕晚了一步少了什么好处。看着那几页纸上密密麻麻摁满的红手印，我的心反而平静下来了。我把协议叠好，揣进兜里，转身走向泵房。叔叔带着一群人跟在我后面，像防贼一样。我没回头，径直走进主泵机座旁边，蹲下来，拿起扳手。你干什么？不准动！我没理他，扳手已经咬上了第一颗固定螺栓。我在拆我自己的东西。我要拆的是这套高压提水系统的核心，一台纯铜绕组工业级变频主电机。这东西不是村集体的财产，是我25岁那年跑了4个城市的二手工业设备市场，花了自己全部积蓄，拿整整12万块钱换回来的。是我父亲出殡后的第3个月，我一个人推着板车把他从货运站拉回村里。当年为了把水从50米深的地下压上这片高坡，我跑遍了省里，才找到这么一台大马力纯铜绕组的电机。这10年来，不管电压多不稳，不管连轴抽了多少小时，它从来没出过岔子。大家来看，他要拆村集体的设备，他搞破坏。我从上衣口袋里摸出2张纸，在所有人面前展开。第一张，12年前的购机发票，抬头是沈川个人。第二张，省农业厅备案的农业个人资产登记证明，登记人同样是我。你们刚才摁手印的协议第3条写得清清楚楚，我有权带走所有登记在册的个人资产。管网、阀门、基座，一颗螺丝我不动。全场瞬间哑了，叔叔脸色铁青，嘴动了动，没说出一个字。魏经理站在旁边，清了清嗓子，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没关系，我们公司自带配套的高端设备，不需要那台旧机器。我冲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然后我一个人把房梁上挂着的手拉葫芦的铁钩挂上电机的吊耳，一寸一寸的往下放。这台电机足足有240斤，葫芦的麻绳粗得像手腕，勒进掌心，一用力就磨出了血印，汗水流进眼睛，刺啦啦的疼。我咬着牙，把电机一点一点的放到木质拖板上，再用撬棍1厘米1厘米的往皮卡车厢里磨。门口围了几10号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帮一把。大家看一看啊，就这么个锈迹斑斑的破铁疙瘩，糊弄了咱们全村人8年。他举着手机对着我拍个不停。就这机器出来的水果，树能长好那才怪呢。怪不得这几年咱们村的果子卖不上价，根子全在这儿。人群里爆出一阵哄笑，有个年轻后生朝我皮卡车的轮胎吐了一口唾沫。我直起腰，抬起头，看了一圈这些我认识了几10年的脸。我父亲去世的那年，我在这里发过一个誓，只要这台电机还能转，这个村子就旱不了。现在誓言到期了。我把葫芦的铁链扔进车厢，拍了拍手上沾的铁锈，那最后一点留恋随着那口唾沫彻底蒸发了。我发动了车，免责协议压在村委，白纸黑字，以后是旱是涝，是富是穷，跟我沈川没有半点关系。一脚油门踩到底，呛人的黄土卷起来，把叔叔把那些哄笑全都甩在了身后。我离开那个山沟，直接开去了市郊。我知道这台电机在他们眼里是一堆破铁，但在懂农业的人手里是真正救命的底牌。在市郊转了整整3天，我看中了一片150亩的荒地，50亩的荒地，租金便宜的出奇，原因只有一个，这地的地下水位极深，普通农业水泵根本抽不上来。前几个承包商全赔钱跑路了，但我不在乎。我租下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了钻井队，打了一口80米深的竖井，然后把那台沾满油污的纯铜老电机稳稳地安上新基座。合上电闸的那一瞬间，电机发出一声沉稳低沉的轰鸣，像一头从沉眠中苏醒的巨兽。成年人胳膊粗的水柱从地底下喷涌而出，带着泥土的腥气，在阳光下砸出一片水花。有了水，一切顺了。我利用这10几年积累的农业经验，在这片廉价的红土地上搭起了一套立体循环水培基地，上层种有机叶菜，下层养冷水鲈鱼，鱼的排泄成了菜的天然养料，经过植物净化的水再循环回鱼池，不打农药，不施化肥，零抗生素，零污染。这种模式在城市周边正好是最大的市场缺口。第一批货还没上市，就被3家高端生鲜平台的采购总监联手堵在农场门口，抢着签了独家供货协议。我的生活按了快进键，每一天都在往上走。而此时的村里正沉浸在一场虚假的狂欢里。智能源公司拉来了一台崭新的设备，外壳是亮银色的不锈钢，上面贴满了彩色的宣传贴纸，物联网精准灌溉 AI 智能调度全自动无人值守，配着一块巨大的液晶触控屏，看起来比我那台满是油污的老机器气派了不止100倍。叔叔成了村里的红人，每天叼着好烟在村里晃。乡亲们，以后大家坐在家里，手机上点一点，水就自动浇好了。这叫什么？这叫农业现代化，这叫科技富农。以后咱们村的果子进的是城里最高端的超市，卖的是城里人认的有机价。村民们看着地里新铺的黑色塑料细管，心里美得很。没有人去想，那管子捏起来软绵绵的，管壁薄得像一层纸。更没有人知道，命运所有看似免费的馈赠，
早就在暗处标好了天价。幻梦的破灭从第1个月交水费那天开始，而在这场水费风波还没彻底发酵之前，有一件更烈的事已经在暗处燃起了引线。5月底，正是果树开花做果的紧要关头，需水量骤然放大，智能源公司的收费员搬了张折叠桌，大拉拉的坐在了村委大院。旁边立着一块印着2维码的收款牌子，大喇叭里广播着让大家去激活智能 IC 用水卡结清当月账单。张大姐是最早去的几个之一，手里捏着几张皱巴巴的零钱，脸上还带着占了便宜的笑。小伙子，我家那2亩地在半山腰那片，以前沈川管事的时候，1个月最多也就交个13、14块电费。你们大顺兄弟说了，你们比沈川那套便宜1半，我先交20块，应该够用这个月了吧？那个收费员是个刚烫了发、挂着耳机的年轻人，头都没抬，嘴里嚼着口香糖，拿过张大姐的卡在机器上滴的一刷，随即打出了一张长长的像超市购物凭条一样的单据。张秀珍是吧？您家本月账单出来了，312块4毛，扫码还是现金？不结清，明天就停水。张大姐脸上的笑容当场僵住了，她的手抖了一下，那几张零钱差点掉在地上，整个人往前晃了晃，扶住了桌子。你说多少？300、310？我听错了吧？我就2亩地，2亩地要300多，你这是抢钱？他这一嗓子把排队等着的村民全镇住了。收费员翻了个白眼，极不耐烦的拿笔尖点着小票上密密麻麻的计费项目。大妈，您得讲道理，白纸黑字印得清楚着呢。第1项，基础水价1吨9毛8，比你们以前那个沈川收的确实便宜。但是第2项，智慧农业云平台月度服务费35。第3项，智能分压管网折旧维护费90。第4项，山地阶梯加压电费分摊70。第5项，水质在线实时监测服务费40。第6项，智能 IC 卡月租费20。七七八八全加上，再算您家实际用水量，就是这个数。合同第8条写得清清楚楚，嫌贵当初别签字，签了字就得认。他最后那句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了在场所有村民的脸上。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全村，大家把当初签的合同翻出来，摊在灯光下仔仔细细的看，厚厚的20多页，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字。那些免费升级的承诺背后，秘密的藏着多少条只有精通合同法的人才看得懂的吸血条款。此刻大家才如梦初醒，才明白那所谓的便宜，是把基础水价真的压低了几毛钱，然后把利润全部转移到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服务费上头。以前沈川管事的时候，因为设备是他自己的，管道是他自己修的，他只按电网标准收实际抽水耗电的费用，1分杂费没收过。现在换了公司，交同样1亩地，成本翻了将近20倍。炸了锅的村民们浩浩荡荡的涌向叔叔正在修的那栋3层楼，把砖砌的院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沈大顺，你出来！你说了便宜1半，现在让我交300，你到底是不是和那个公司合伙骗我们的钱？我家那份订单预付款8000块，你们公司连收据都没给，现在要我去哪儿讨？叔叔躲在2楼，心里其实也发虚。公司的计费细则他也是刚看到，但他已经拿了人家5万块的介绍费，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出来。吵什么吵？一个个见识就这么浅，人家前期投入了多少？那不锈钢的泵体，那地里的管网成本不得收回来？你们要算大账，那水里是加了矿物质的，经过了高科技过滤，等到秋天果子又大又亮，卖给城里的商超1斤多卖3、5块，早把水费赚回来了。你们要因为心疼这点钱就不开罚，秋天果子收成差了，那叫活该。叔叔一通半真半假的说辞，把大多数人暂时压住了，但村民们也清楚，退路早就没有了。我的老机器已经被拉走了，旧的机井井口被公司封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咬牙一天一天的撑。为了省钱，大家开始精打细算，原本应该交透的地，现在开10分钟就赶紧关阀，原本7天灌溉一次，硬生生拖到半个月。果树是不会说谎的，叶子边缘开始发黄，叶尖开始蜷起来，枝头上的小果子长到指甲盖大小就停了，硬邦邦的挂在树上，像一粒粒失去生机的石头。村民们心里别着急，只能往地里看，往天上看，在心里一遍一遍的祈祷，今年老天多落几场雨，好省一点那要命的水费。但老天爷不讲情面，一场足以让全村倾家荡产的死旱正在悄悄的逼近。7月，大旱真的来了，不是旱了10天半月，村民们咬咬牙还能扛过去的那种，是40多年一遇的死旱，整整52天，天上没有掉下来一滴雨，太阳从早晒到晚，地皮晒得开裂，一锄头砸下去，不仅看不到一丝湿气，还震得虎口发麻。村里那条原本用来洗菜、喂牲口的浅溪，在大旱开始的第3周就彻底断流了，河床上晒出一条条焦黑的裂缝，连藏在泥里的泥鳅都变成了干尸。树急着要水，叶片从尖到梗，一点一点的蜷缩。村民们跑去开阀门，刷了卡，
机器屏幕上弹出余额不足的红字。我账户里只剩53块了，只够开1次阀。我上个月借了钱交的水费，还欠着没还。魏经理的收费员天天来催充值，不充值就远程锁定阀门断水。叔叔这时候也慌了，他找到魏经理，想商量宽限几天。沈总，我非常理解您的难处，但公司也有运营成本，合同条款在那里，停水是我们依约享有的权利。不过我们公司确实有一个替代方案，只要村民自愿签署一份土地经营权预质押协议，用果园承包经营权做担保，可以先用水，等秋收之后再结清欠款。什么意思？就是如果秋天还不上欠款，那么对应地块的经营权就由我们公司代为托管。当然了，村民可以留下来，以临时用工的身份继续种地，按天结算工资。叔叔听完，久久没有说话，他觉得这是不对，但大旱还在继续，村民的果树一颗颗的在旱死，他要是说不，所有的怒火就会全部烧向他。你们的合同我看过了，里面有些条款不太清楚。没关系，我们专业律师团队都合规审过的。叔叔沉默地走了，而魏经理开始直接挨家挨户的登门游说，被逼到绝境的村民一家接一家在那份协议上摁下了手印。没有人仔细研究那密密麻麻的条款，因为他们等不起，因为地里的树还在渴。大旱持续到了8月中旬，那时候村里已经有1/3的果树死了，黑乎乎的枯枝挂在满山的坡地上。叔叔站在院子里，每天看着那些枯枝，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栋盖了一半的3层楼，没有工人来了，砖头和钢筋堆在院子里，被太阳晒得烫手。魏经理再次进村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变了。沈总，我们非常遗憾地通知您，我们公司的主泵设备在连续高负荷运转的极端高温天气下，核心部件出现了过热保护。通俗地说，就是机器撑不住这个强度了。从明天开始，出水量会降到目前的30%，这属于合同第17条约定的不可抗力情形，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特此告知。全村人当场傻在原地。撑不住是什么意思？30%，那我家果树不是全死了？魏经理把不可抗力4个字说出口的时候，云淡风轻，仿佛在说今天的天气还不错。村委大院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哭声漫开了。我家还有6棵树救不回来了。哭声一片接一片，叔叔站在人群边上，浑身都不自在，说不出话来。就在这一片绝望里，有人想起了我。沈川的那台电机好用，从来没出过问题。沈川去市郊建了个农场，他那里有深井，有水。远在市郊的我，正在看第2季叶菜的生长数据，手机震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喂，小川，是叔，换了个号，你那旧号一直没人接，村里旱得厉害，那个公司的机器撑不住了，树死了一大半了。你就算不看叔的面子，也该看看村子里的那些老人。你那里有水有设备，能不能借叔1台泵就借1台，不白用，说个价。我盯着屏幕上那串陌生数字看了一会儿，他换了号码，因为知道旧号早就被我拉进黑名单了。叔，免责协议在村委压着，全村水利问题跟我沈川没有任何关系，这份协议是你第一个摁手印的。小川，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做人不能太计较。我不是在计较，我是在遵守我签了字的协议。我挂断了电话，后面又陆续来了4个不同的号码，村长的、张大姐的、村里德高望重的李老汉的，最后一个是镇农业站的工作人员，每一个我都平静地挂断了。那几天我正在和省里规模最大的商超集团谈年度农产品定向职工协议，他们要的是全程可溯源的无抗生素冷水鲈鱼和按批次检测的有机叶菜，合同金额是8位数，谈判进展顺利。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堂哥沈虎给了我一个意外。叔叔父子俩度过了一段走投无路的绝望日子，叔叔没能从我这里借来设备，村民的怒火全扑在他身上，有人在他院子门口堆了一堆干草，扬言要烧，有人在大队部的白墙上用红漆写了沈大顺还债5个大字。堂哥沈虎全在那栋停工的2楼，透过破窗望着村子里的景象，眼底闪着一丝扭曲的疯狂。爸，不能再等了，3天之内要是交不出补偿金，这帮人是真的敢把咱们往死里整的。那能怎么办？公司跑了，沈川那边也死活不松口，咱们上哪儿去变出钱？咱们村没水，但沈川那里有。沈虎压低声音，眼睛里闪着一种穷途末路的光。我托人打听过了，沈川在市郊包的那片荒地，就靠那台老电机在深井里抽水。那台电机他带走了，但那台机器本来就是给村里用的。我们半夜过去，把电机拿回来装上，天一亮，全村有了水，谁还会找我们算账？你的意思是，
去哪？就算借沈川现在那么有钱，不差这一台。极度的恐惧和走投无路，让这对父子彻底失去了对法律的基本认知。在他们根深蒂固的乡村宗族观念里，沈川依然是那个流着沈家血的自家孩子。从自家孩子那里拿东西来救急，怎么能算偷？叔叔颤着手，从内衬口袋里掏出最后几千块私房钱，塞进沈虎手里。你趁着后半夜人困的时候，从后窗翻出去，去镇上找几个胆子大的人，无论如何，把那台电机给我弄回来。当天凌晨2点，沈虎花重金在镇上雇了3个游手好闲的闲汉，开着一辆用泥巴糊住车牌的破旧货车，借着夜色，悄悄摸到了我的星辰生态农场外围。在他们的想象里，农场不过是围了圈铁丝网，搭了个看守棚，只要剪开铁丝网，把电机往车上一抬，神不知鬼不觉。但他们根本往车上一抬，神不知鬼不觉。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早就不是传统的农村果园了。沈虎带着3个人，手里拿着液压剪，剪断了农场东南角的防护围网。4个人像几条下水道的老鼠，做贼心虚地钻进来，直奔农场中央那个亮着设备运行指示灯的独立恒温泵房。就是这里，就是那台电机，我认得底座，快把固定螺栓拆下来。其中一个闲汉刚把大号扳手卡上电机的第一颗螺栓，用力拧下去第一圈，唰！整个农场上空18组高强度安防探照灯同时爆亮，刺眼的白光如同白昼，瞬间将这片区域照得无处遁形。沈虎等人被强光打懵了，捂着眼睛，还没缓过神来，最高级别的刺耳警报声已经划破了市郊的夜空。接着，一阵凌乱而迅速的脚步声从四面逼近，10几个穿着统一黑色制服、手持防爆钢叉和强光手电的专业安保人员，牵着3条凶悍的德国黑背，从四面八方像铁桶一样将4个人死死包围。蹲下，双手抱头，谁敢动，立刻放狗。3条防暴犬呲着白森森的牙，发出令人骨髓发凉的低吼，口水几乎滴在了沈虎的鞋面上。低吼，口水几乎滴在了沈虎的鞋面上。沈虎吓得2腿一软，扑通，直接跪在了满是泥水的草地上。他手里的扳手掉下去，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裤裆里缓缓湿了一片。15分钟后，2辆车停在了农场大门前。我换上外套，端着一杯刚泡好的茶，从办公楼慢慢走出来。那4个人已经被控制住了。打头的那个，满脸泥，鼻青脸肿，是沈虎。沈川，我是你哥，我就是来看看你的设备不算偷，咱们是一家人，你跟警察解释。我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警官，我是星辰生态农场的法人沈川，这是我们公司的法务顾问，请全权配合贵方调查。法务顾问走上前，把一份厚厚的文件和一个存储着完整监控录像的移动硬盘一起递给带队警官。警官，这是农场全域监控录像以及核心设备的独立资产评估报告。他们试图强行拆卸的这台工业级变频电机，经省级第3方机构评估，重置成本价值68万元。同时，该电机是我们农场立体循环水养系统的核心动力单元，一旦被强行拆离，整个养殖水体将在48小时内彻底缺氧，现有鱼类和水配作物全部死亡了，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万元。这4名人员携带专业拆卸工具，强行破坏安防设施，进入核心作业区，以构成结伙盗窃未遂，且因涉案标的属于企业核心生产设备，情节极其恶劣。带队警官盯着沈虎看了几秒，涉案金额重大，符合刑事立案条件，涉嫌破坏企业生产经营，有什么话留着去局里说。沈川，你个绝情的，你真要送你亲哥进去？我连看都没多看他一眼。警官，请配合押送。车门关上，把沈虎的咒骂声彻底隔在了夜色里。我轻轻地吹了吹杯子里的茶叶，喝了一口。亲情这东西不是我踩碎的，是你们自己一手踩碎的。沈虎被刑事拘留的消息，第2天一早由镇派出所传回了村里。这个消息落在本已被大旱和天价水费榨干了精气神的村民头上，如同最后一颗砸穿船板的石头。叔叔没能等回那台救命的电机，反而把唯一的儿子送进了看守所。愤怒的村民把他那栋停工的烂尾楼围住了，不仅要找他算盗窃的账，还要找他算水费的账，还要找他算一大半果树枯死的账。沈大顺，我家那8000块的预付款，你们公司一张收据都没留，你给我说个明白。我家4亩苹果园，树都死了大半，你和那个公司合伙坑了我们，你赔。叔叔哆嗦着应付了半天，才突然意识到魏经理的电话从前天就再也没有接通过了。他拨了10几个电话，全部无人接听。又过了整整3天，一辆外省牌照的商务车停在了村口，几个穿西装戴眼镜的陌生男人走进村委，把一叠文件拍在了桌上。我们受制农源科技公司委托，作为法律代理人前来告知各位，鉴于本次持续极端干旱属于不可抗力情形，公司主要供水设备因长期超负荷运转受损严重，已无法继续履行原合同约定的供水义务。根据合同第23条第4款，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公司依法主张对应地块的经营管理权，请各位在5个工作日内配合办理相关土地流转手续。村长呆坐在那里，好半天才明白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你们停水，还要把我们的地拿走？
是依法主张合法权益，措辞请注意。大院里沉默了几秒，然后呼声炸开。那是我男人临死前留给我的3亩地，你们不能拿。骗子，你们就是一群骗子。骗子不在乎你叫他什么，他只在乎合同，在乎那一页一页摁满了红手印的文件。那天下午，叔叔一个人站在烂尾楼的2楼，透过没有装玻璃的窗框，往下看着大院里哭天抢地的乡亲。哎，我这是干了什么？没有人回答他。院子里堆着的红砖和水泥开始被村民一块一块的搬走，说是抵工钱，没有人阻拦。叔叔在那天晚上做了一件从头到脚都透着可悲的事，他联系上了村里几个老乡，想凑几个人去省城上访。走到镇上，才发现根本说不清楚违了哪条法，因为那份损害全村利益的合同，确实是大家自己一笔一画签了名，一个一个摁了手印的。他在镇政府门口的台阶上坐了整整1天，没有任何人理他。傍晚，他掏出身上仅剩的20块钱，坐车回了村。与此同时，叔叔走投无路之下，还做了另一件更加可悲的事。他借了高利贷，雇了几个外村的短工，把满山那些没长熟、日灼般布满了整个表皮的残次品苹果，全部强行采摘了下来，足足装了3大卡车。在他那片狭小的认知里，城里人多，总有贪便宜的散商愿意接货，只要换回几万块现金，他就能先交律师费，把儿子从看守所里捞出来。他根本不知道时代早就变了，他更不知道省里最大、门槛最高的那家生鲜批发市场，现在最重要的核心供货商就是被他亲手赶出村子的沈川。那天上午，江宁生鲜批发市场里人声鼎沸，叔叔那3辆沾满黄泥、散发着尾气的旧卡车停在一排干净整洁的冷链物流专车中间，格格不入。叔叔弯着腰，穿着那件领口已经磨破线头的旧褂子，灰头土脸地站在交易大厅的中央。他死死拉住一个穿西装的采购经理，不肯撒手。刘总，大老板，求您了，这是纯天然的山坡苹果，因为今年旱，个头是小了点，但绝对是原生态的。我不按箱卖，按斤称，2毛钱1斤，您随便给点钱，直接把车拉走，我等着这钱救儿子的命啊！那个采购经理满脸厌恶地扯开，他顺手从筐里拿起一个苹果，放在手里一捏，没有汁水，没有弹性，直接在掌心碎成了一把干渣。经理拍了拍手上的残渣，毫不留情地讥讽道：“老头，你走错地方了，我们这里是全省规格最高的生鲜交易市场，不是废品回收站。你看看这些日灼斑果肉都已经坏死了，这要是上了我们超市的货架，第2天工商就来查封，赶紧拉走，别在这里影响正常交易。”周围路过的商贩和司机纷纷停下脚步，发出一阵哄笑和指指点点。叔叔站在那里，像一棵被旱死了的老树桩。就在这时，大厅正前方的巨幅 LED 屏幕换了画面，一段制作精良的企业宣传片开始播放。镜头里是全自动化的喷淋系统在阳光下折射出的彩虹，是一排排水培加上整齐的翠绿叶菜，是水池里游动的肥美鲈鱼。片尾几个烫金大字缓缓浮现：星辰生态农业集团创始人沈川。叔叔浑身一震，他死死地盯着屏幕上那个熟悉的名字，两腿发软，往后踉跄了2步。与此同时，那个刚才还满脸厌恶的采购经理已经换了一副笑脸，小跑着迎上了大厅上方的 VIP 玻璃走廊。走廊尽头是市场专为顶级大客户设立的洽谈包间。透过那整面落地隔音玻璃，叔叔看见了里面极尽考究的摆设，几个西装革履的商界大人物围坐在一张红木长桌旁，而在主位上，一个穿着定制西装、手腕上戴着名表的人正在一份数字巨大的年度供货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个人就是我。隔着吵闹纷繁的交易大厅，隔着那一整面代表着绝对阶级鸿沟的防爆玻璃，叔叔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对上了。我靠在真皮沙发里，手边放着庆祝签约成功的红酒。我清晰地看见了玻璃外他那张脸，震惊、绝望、懊悔、羞愤，4种情绪同时挤在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我没有冲他露出胜利者的笑，也没有愤怒，只是用一种平静到近乎冷漠的眼神淡淡地扫了他一眼。那种眼神像是在看路边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像是在看一只正在垂死挣扎的虫。只有1秒钟，然后我转过头，继续和身旁的商超巨头谈今年的合作细节。那种彻底的无视，那种从骨子里碾出来的阶级落差，比当众羞辱他100次更让他痛不欲生，无情地撕碎了他那点可怜的尊严。叔叔的嘴唇剧烈地颤动着，他突然双手死死地捂住胸口，踉跄着往后退了2步，然后扑通，直直地坐倒在他那3卡车烂苹果里，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再也爬不起来。在这座城市最繁华、最光鲜的生鲜交易中心，他和他所有的算计一起塌了下去，变成了一堆无人问津的垃圾。叔叔被诊断为急性脑梗，送进医院抢救过来了，但半边身子永远动不了了。婶婶在医院里守了几天，说了句我受不了了，拖着行李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沈虎那边最终以盗窃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那栋烂尾楼被债主和村民搜刮一空，连门板都被人卸走了，只剩下2堵灰黑色的砖墙，在初秋的冷风里独自站着。这是叔叔的下场。我没有同情，也没有落井下石，只是把这一切当成了一段已经翻篇的故事。叔叔倒下的第2天，全村人才陆续得知了沈虎被判刑的消息。那个原本想把电机弄回来用来平息众怒的计划，已经彻底化为了泡影。绿源不对，智能源公司的陌生法务人员再度进村，这一次他
他们带来了厚厚一叠土地流转登记表，逼着村民们在经营权转让确认书上签字。现金还不上，那就用地来抵。签了字，这几百亩果园承包权以后就归我们公司管理，你们可以留下来给公司当按天结算的临时工。几百个村民面如死灰，老人们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失去了土地，他们就失去了一切。那份被叔叔吹上天的智慧农业合同，终于露出了他真正的獠牙。村长，咱们不能签，签了就是卖了祖宗留下来的地。村长满脸惨白，浑身发抖，他环顾着四周绝望的乡亲，猛地咬破了嘴唇。不能签，大不了这条老命不要了。乡亲们，现在全天下只有沈川能救咱们，咱们去市里去求他。极度的绝望面前，尊严已经一文不值。50多个村民代表凑了路费，租了2辆敞篷货车，顶着初秋刺骨的山风，颠簸了将近3个小时，来到了我的农场大门外。我的秘书在监控里看到了他们，赶来向我汇报。沈总，大门外来了一批您老家的村民，50多个人，全都跪下了。我放下手里的市场分析报告，走到落地窗前，往下看，50多个人跪在柏油路上，正值秋天午后，地面还有余温。村长在最前头，两鬓已经全白了，额头贴着地。沈川，沈老板，乡亲们来给您磕头了。我披上外套，推开了电动大门，村长西行着往前挪了2步，老泪纵横。小川，我们知道错了，我们被林大被那家黑心公司骗得倾家荡产，输死了大半地，要被拿走了，我们没有退路了。你大人有大量，救救村子吧，哪怕让我们给你当长工，只要保住这点地，我们就算有活路。我站着，安静地看了他们一会儿。村长，当初你们逼我签免责协议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生杀祸福，各安天命。你们为了贪那点虚假的便宜，把全村的命脉白送给了骗子，不仅踩碎了我8年的心血，也踩碎了自己的退路。这苦果本来就该自己咽下去。底下所有人全都低着头，只剩下压抑的哭声，一片接着一片。我停了一下，但那片土地上埋着我沈家的祖宗，埋着我父亲。我可以不认沈大顺这个叔叔，但我不能看着省我养我的地方被一帮打着高科技幌子的资本骗子吃绝了户。小川，你愿意管？我不是在做慈善，我是个做生意的人，要我管，以后村里的一切规矩我说了算。村长仰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着难以置信的狂喜。他低下头，再次深深地磕了一个头。小川，你说什么？我们都听。我转头看向身边的法务顾问张律师，通知车队把所有的证据材料带上。今天我要看看谁敢在我面前吃我家乡的地。1小时后，5辆挂着星辰集团标识的黑色商务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村委大院，把智能源公司的法务人员死死地堵在了院子里面。车门推开，我穿着笔挺的西装走下来，身后跟着4名精英律师。对面那几个陌生人愣了一下，认出了我。这不是星辰集团的沈总吗？您这是收债。我走到那台已经半烧毁的设备残骸前，张律师把鉴定报告念给他们听。律师展开厚厚的文件，陌生人的额头立刻渗出了冷汗。你们这是在干扰我们正当的司法程序。还有，法务顾问把一叠盖着法院印章的文件拍在了陌生人胸口。陌生人看了看四周，村民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劲，全都操起了家伙。陌生人和同伴对视了一眼，什么多余的话都没说，走回车里，发动，开走了。整个村委大院爆发出震天的哭喊和欢呼，无数村民朝我的方向深深鞠躬。小川，你是咱们全村的救星啊！我没有大笑，也没有感慨，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救星谈不上，接下来才是正事。第二天，星辰集团的工程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村子，不仅带来了全新的、符合最高行业标准的大口径分压灌溉管网，还带回了那台被我拉走了3年多的纯铜老电机。只是经过我农场技术团队的全面升级，它已经加装了真正的物联网变频控制模块和实时远程监测系统。当深井里清澈的水伴随着老电机那沉稳有力的低吼，再次沿着全新铺设的管网喷涌而出，浇灌在已经干裂了整整2个月的果园里。全村人站在地头，任由水花溅在脸上和手上，哭得像个孩子。但这水已经不再是从前那种没有任何规则的免费供应了。在泵房前的空地上，我召开了村子重建以来的第一次全村大会，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合作协议。水通了，但从今天起规矩要变，以前那种我出钱出力大家坐享其成的日子不会再有了。从今天起，星辰集团全面接管村里的水利设施和灌溉管网，水费按实际运营成本最低标准核算，1分不多1分不少，不设任何附加费用。台下鸦雀无声。同时，所有愿意加入的农户可以与星辰集团签订定向订单农业合作协议，我们提供免费的专业技术指导和优质种苗，条件只有一个，必须严格按照我们的无农药、无违禁化肥标准种植。只要你们种得出符合标准的好东西，每年秋收，星辰集团按照高于当时市场价20%的价格，对合格农产品全部进行兜底收购。我顿了一顿，谁要是偷奸耍滑，用了违禁的东西，毁了村里的信誉，立刻提出合作名单，永不录用。没有施舍，没有溺爱，只有规则。
这才是对他们最真实的尊重。村长是第一个走上来的，他颤抖着双手走上来的，他颤抖着双手，在那份协议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红手印。小川，咱们全村人的命是你给的，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谁要是再敢有二心，我亲自收拾他。几百号人排着长队，一个接一个的签。这一次没有争抢，没有抱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敬畏、感激和对新生活真实的渴望。那一天，红色的手印盖满了协议，也盖下了一个村庄重生的契约。3年后，那场40多年一遇的大旱早已成了政治上的一段记录。曾经那个死气沉沉，几乎被资本骗子吃绝了户的穷山沟，如今已经换了一副面貌。满山的枯树和荒地被彻底清理，取而代之的是星辰集团统一规划的标准化梯田果园。按照土壤条件和日照强度，每一块地种着最适合它的品种。春天，漫山的桃花和梨花开出的云霞能一眼望到山顶。夏天，叶片鲜亮，果子渐渐鼓起来。到了秋天，挂满枝头，散发着浓烈甜香的有机果实，是城里商超货架上的抢手货。冷链专车每天早上开进村子，傍晚满载而回，直送省城各大高端商超的货架。村里的年均收入比3年前翻了整整4倍。曾经一下雨就满是泥坑的土路，变成了平整宽阔的柏油马路。路两旁立着整齐的太阳能路灯，一直从村口延伸到山顶的泵房。半山腰废弃了多年的村小校舍被重新翻修加固，改成了星辰农业的技术培训中心和乡村研学基地。每个周末都有城里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农耕。就连当年被村民拆的只剩2堵墙的沈大顺家的烂尾楼，也被村里集体商议后改造成了老年活动中心和农产品展销厅。1楼摆着村里出产的有机水果、干货和深加工的伯福果酱，2楼是棋牌室、阅览室和村医坐诊的卫生室。张大姐再也不用攥着皱巴巴的零钱去交水费，她靠着2亩桃园和在研学基地做手工老师的收入，给儿子在县城付了新房的首付，每天脸上都挂着藏不住的笑。当年带头朝我轮胎吐唾沫的年轻后生，现在是村里无人机质保队的队长，拿着星辰集团发的固定薪资，娶了邻村的姑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村长卸任了，但依旧每天拄着拐杖在果园里转悠。逢人就说，当年要是没有小川，咱们这山沟早就成了荒山野岭。而那台陪着我从绝境里走出来的纯铜老电机，依旧稳稳地安在山顶的泵房里，每天准时发出沉稳的轰鸣，把深井里的水送到每一块需要它的田地。泵房的墙上挂着2块牌子，一块是当年省农业厅的个人资产登记证明，另一块是村里全体村民联名立下的功德碑，上面刻着一行字：饮水思源，不忘沈川。我站在泵房的窗前，看着山下漫山遍野的果林，手里捏着父亲当年留下的那本泛黄的农田水利笔记。风从窗口吹进来，带着果子的甜香。爸，我守住了。就在这一片欣欣向荣里，一场新的风波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这一天是神虎释放的日子，监狱的大铁门缓缓打开。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剃着短短的寸头，眼神里没有丝毫悔改的愧疚，只有被关押2年多积攒下来的怨毒和不甘。他在监狱门口站了很久，掏出兜里仅有的几10块钱，买了一包最便宜的烟，点燃狠狠吸了一口。沈川，我今天出来了，你欠我的，我要一点一点全讨回来。他没有回村，而是转身坐上了去林市的大巴。他要找的人是当年那个给他画大饼，最后卷钱跑路的魏经理。魏经理自从当年被我用法律手段赶出村子后，致农园公司因为虚假宣传、销售伪劣产品等多项罪名被立案调查，公司破产清算，他也成了失信被执行人，躲在林市的城中村，靠着给一些小农资公司做坑蒙拐骗的销售混日子。2个同样走投无路、同样对我恨之入骨的人，一碰面就像2块干柴遇上了烈火，瞬间烧起了报复的邪火。虎子，你可算出来了，我这2年没有一天不在想怎么扳倒沈川。少废话，我就问你，有没有办法让沈川身败名裂，让他那个星辰集团彻底垮掉？办法当然有，就看你敢不敢干。我烂命一条，有什么不敢的？大不了再进去一次，也得拉着他一起垫背。魏经理阴笑着，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全是他这些年搜集的关于星辰集团的资料，还有一份精心策划的报复方案。沈川现在最大的依仗就是他那个有机农产品的招牌，还有省里各大商超的独家供货协议。我们只要毁了他这个招牌，让他的产品没人敢要，他的商业帝国一夜之间就能塌。怎么毁？很简单，有机认证最看重的就是无农药、无化肥、无重金属超标。我们只要在他的果园和水培基地里偷偷撒上违禁农药，再往水源里加点重金属超标的废水，然后匿名举报给市场监管局和媒体。你想想，到时候检测报告一出来，他所谓的有机产品全是骗人的鬼话，那些商超还敢跟他合作吗？消费者还敢买他的东西吗？好，就这么干。我对村里的果园熟，哪里有监控死角，哪里能靠近水源，我比谁都清楚。还有，我们还要煽动村里那些对沈川不满的人，让他们站出来说话，说沈川垄断村里的产业，压榨村民，霸占集体资产，
到时候媒体一发酵，他就是第2个被千夫所指的人，就像当年他被赶出村子一样。对，当年能把他赶出去，现在照样能让他身败名裂。2个人在昏暗的出租屋里一拍即合，眼里闪着疯狂的光，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3天后，神虎偷偷回了村，他不敢走大路，趁着夜色从后山的小路绕了进来，先去了村里那间老年活动中心，也就是他当年家里的烂尾楼。隔着窗户，他看到里面一群老人在下棋、看电视，欢声笑语不断。而他瘫痪在床的父亲沈大顺正坐在轮椅上，被护工推着在院子里晒太阳，手里拿着一个苹果慢慢啃着。神虎的心里更恨了，他觉得这一切本该是他的，是沈川抢走了他的一切，抢走了他父亲的脸面，抢走了他的人生。他没有去见父亲，而是转身钻进了村里最偏僻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主人叫沈老歪，是村里有名的懒汉，当年因为不肯按照星辰集团的标准种植，偷偷用了违禁农药，被踢出了合作名单。这些年一直靠着打零工混日子，心里对我满是怨恨。虎子，你怎么回来了？歪叔，我回来是带大家一起发财的，也是来帮大家出口恶气的。什么意思？沈川现在把村里的产业全攥在自己手里，大家累死累活，钱全被他一个人赚走了，你甘心吗？不甘心又能怎么样？人家现在是大老板，有钱有势，我们这些老百姓能斗得过他吗？怎么斗不过？我这里有办法能让沈川彻底垮台，到时候村里的地、村里的果园还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想怎么种就怎么种，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神虎把魏经理的计划添油加醋地跟沈老歪说了一遍，还许诺只要事情成了，以后村里的农资供应全交给沈老歪来做。沈老歪的眼睛瞬间亮了，被贪婪和怨恨冲昏了头脑，当场就答应了下来，还帮神虎联系了另外2个同样被踢出合作名单的村民。几个人凑在一起，开始密谋着他们的报复计划。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被村里的监控拍得一清二楚，也早就有人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这件事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沈大顺。神虎偷偷回村的那天晚上，沈大顺就从护工嘴里听到了消息。他瘫痪在床2年多，每天看着村里的变化，看着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心里早就充满了无尽的悔恨。他知道当年是他鬼迷心窍，是他联合外人毁了侄子的一片好心，也毁了自己的家，毁了儿子的人生。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让护工帮他拨通了我的私人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他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小川是叔，我知道。小川，虎子回来了，他跟当年那个魏经理混在一起，要对你不利，要毁了果园，毁了你的公司。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全村人，我没能教好这个儿子，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拦住他，不能让他再犯错了。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夹杂着压抑的哭声。我知道了。小川叔，这辈子最错的一件事，就是当年把你赶出了村子。我知道我罪该万死，我不求你原谅，我只求你给虎子留一条活路。他就是个糊涂蛋，被人当枪使了。等这事了了，我亲自带他给你磕头赔罪。路是他自己选的。我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丝毫的动摇。其实从神虎踏进村子的那一刻起，农场的安保团队和法务团队就已经盯上了他。村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装着高清监控，果园的核心种植区和水源地更是有24小时的红外安防和巡逻人员。他们所谓的监控死角，不过是他们自以为是的盲区。我没有立刻让人抓他们，我想看看他们到底能做出什么事来，也想看看经历过一次生死劫难的村民们这一次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3天后的深夜，月黑风高，神虎带着沈老歪等3个人，背着装满违禁农药和工业废水的塑料桶，偷偷摸摸地溜进了果园，直奔山顶的泵房。他们想先往水源里倒工业废水，再往核心种植区的果树上撒农药。都小心点，避开监控，先把这桶东西倒进进水口。明天一早，监管局的人一来，我看沈川还怎么嚣张。虎子，这事要是成了，你答应我的事可不能不算数。放心，少不了你的好处，赶紧动手。就在神虎拧开塑料桶的盖子，准备往进水口倒废水的那一刻，刺眼的强光瞬间亮起，警报声划破了深夜的寂静。10几个安保人员从暗处冲了出来，手里的强光手电直直地照在他们脸上。不许动，把手里的东西放下。神虎几个人瞬间吓傻了，手里的塑料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违禁农药洒了一地，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跑，快跑！几个人转身就想往后山跑，可刚跑出去没2步，就被埋伏在周围的安保人员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而就在这时，山下传来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村长带着几10个村民，拿着手电筒和锄头扁担，浩浩荡荡地赶了上来。神虎，你这个挨千刀的，你还敢回来害人？当年要不是你和你爹，我们能落到那个地步吗？现在小川带我们过上好日子了，你又来搞破坏，你还有没有良心？沈老歪，
我们真是瞎了眼，居然跟你这种人做了几十年的乡亲，你为了那点好处就想毁了我们全村人的饭碗。村民们围在旁边，指着地上的几个人，骂声一片，眼里满是愤怒。沈虎被按在地上，脸贴着冰冷的泥土，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些愤怒的村民，突然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你们疯了吗？他沈川就是个外来的资本家，他是在吸你们的血，赚你们的钱，你们居然还护着他。当年你们可是跟着我爹一起把他赶出村子的，你们忘了吗？我们没忘，就是因为没忘，我们才更知道谁是真心为我们好，谁是在拿我们当枪使。当年我们瞎了眼，信了你和你爹的鬼话，把恩人赶出了门，差点把全村人的活路都断了。是小川不计前嫌，回来救了我们，带我们过上了好日子。你现在想毁了我们的好日子，我们第一个不答应。没错，当年是我们对不起小川，但我们现在分得清好坏。小川给我们定的规矩，让我们凭本事吃饭，凭良心种地，赚的每一分钱都揣进了我们自己兜里，不像你和你爹，只会联合外人骗我们的钱，害我们的命。沈虎看着眼前的一切，脸上的疯狂渐渐变成了绝望。他终于明白，这里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可以任由他和他爹煽风点火的村子了。村民们早就醒了，再也不会被那些虚假的大饼和恶毒的算计蒙蔽了。15分钟后，车开进了村子，沈虎、沈老歪等4个人被帽子当场带走。这一次，等待沈虎的是再一次的牢狱之灾，而且因为是累犯，还将面临更重的刑罚。魏经理也没能跑掉。就在沈虎被抓的同时，临市的警方也根据我们提供的证据，在出租屋里将他抓获，等待他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风波平息的第2天，我去了老年活动中心，见了沈大顺。他坐在轮椅上，头发全白了，背也驼得厉害。看到我进来，他挣扎着想要从轮椅上站起来，却怎么也使不上力气，急得满脸通红，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小川，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沈家的列祖列宗，是我教出了这么个混账东西，我没脸见你，也没脸见你爹。他说着，抬起还能活动的那只手，狠狠抽着自己的嘴巴，一声比一声响。我上前一步，拦住了他：别打了，小川，你能不能去看看虎子，给他求个情？他还年轻，我这把老骨头没几年活头了，我不想他这辈子这么毁在牢里。求情？我当年被你们当着全村人的面骂成贪污犯，扫地出门的时候，谁给我求过情？他半夜带着人来拆我的电机，想毁了我整个农场的时候，谁给我求过情？他带着人往水源里倒工业废水，想毁了全村人饭碗的时候，谁给全村人求过情？我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愤怒，也没有怨恨，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沈大顺的头深深低了下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腿上的毯子上。法律会给他公正的判决，他犯的错就要自己承担后果，这是规矩。我说完，转身就走，没有再多看他一眼。走出老年活动中心的大门，阳光洒在我身上，暖洋洋的。张大姐和几个村民正等在门口，看到我出来，连忙迎了上来。小川，你别往心里去，我们全村人都站在你这边。我知道，谢谢大家。小川，当年我们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以后村里的事，你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绝无二话。大家不用这样，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欠我的，这片土地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只是不想看着它荒了，不想看着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受穷受欺负。村民们看着我，眼里满是感激和敬佩，纷纷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日子一天天过去，村子的发展越来越好，星辰集团的生态农业模式也成了全省乡村振兴的标杆案例。全国各地的农业考察团络绎不绝地来村里参观学习，我也没有停下脚步，带着技术团队在周边的几个乡镇复制推广我们的订单农业模式，帮更多的山沟里的村子通上水，修好路，找到适合自己的种植产业，让更多的农民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这一年年底，星辰生态农业集团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敲钟的那天，我没有去深交所的现场，而是回到了村里，回到了山顶的泵房。我亲手合上电闸，老电机再次发出沉稳的轰鸣，清澈的井水喷涌而出，沿着管网流向山下的每一块田地，每一户人家。我站在泵房的门口，看着山下漫山遍野的果林，看着村子里错落有致的新房，看着柏油路上奔跑的孩子，看着村民们脸上幸福的笑容。原来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站在多高的地方赚了多少钱，而是我能带着多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风从山谷里吹过来，带着果子的甜香，带着井水的清冽，也带着村民们的欢声笑语。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秘书打来的。沈总，上市敲钟仪式圆满完成，我们的股票开盘就涨停了，现在市值已经突破了120亿。知道了，
还有农业农村部的领导打来电话，想邀请您作为乡村振兴的优秀企业家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的表彰大会。帮我回复领导，我会去的。还有，通知财务部门，从今年的公司利润里拿出5000万，成立乡村振兴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扶持山区的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推广。好的，沈总，我马上安排。挂断电话，我再次看向山下的村庄。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漫山的果树上，像给整片山谷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我想起了25岁那年，父亲刚刚去世，我推着板车从货运站拉回那台电机的时候，心里许下的那个誓言：只要这台电机还能转，只要这台电机还能转，这个村子就旱不了。现在这个誓言不仅兑现了，还长出了更茂盛的枝桠。它不仅让这个村子不再干旱，还让更多的村子迎来了属于他们的丰收和希望。又过了5年，星辰集团已经成了国内头部的生态农业企业，业务覆盖了全国20多个省份，带动了上百万农户增收致富。我也从当年那个趴在泵房水泥地上修过滤网的年轻小伙，变成了年近40的中年人，鬓角也悄悄长出了几根白发。这些年，我见过太多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也经历过太多的风雨波折，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这1年，我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辞去了星辰集团 CEO 的职务，把集团的日常运营交给了跟着我打拼多年的专业团队。我自己带着父亲留下的那本水利笔记，回到了村里，回到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山沟。村民们听说我要回来常住，全都自发的来到村口迎接，从村口一直排到了山顶的泵房，手里拿着自家种的水果、煮的鸡蛋，脸上满是真诚的欢喜。我没有住村里给我盖的新楼房，而是把父亲当年留下的老房子重新翻修了一遍，就在老房子里住了下来。每天早上，我都会先去山顶的泵房检查一遍电机和管网的运行情况，就像当年那样，趴在水泥地上清理进水端的过滤网，清理进水端的过滤网，手上依旧会沾满机油和铁锈，但我的心里却无比的踏实。上午，我会去培训中心，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户和基层农业干部讲农田水利知识，讲生态种植技术，把我这10几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他们。下午，我会去果园里转转，跟村民们聊聊果树的长势，看看今年的收成。晚上，我就坐在老房子的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翻着父亲留下的笔记，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沈大顺在3年前就去世了，走的时候很安详。临终前，他托护工给我带了一封信，信里写满了他的忏悔，还有一句：下辈子我一定做个对得起你、对得起全村人的好叔叔。我把那封信烧在了父亲的坟前，没有恨，也没有怨，一切都过去了。神虎也出狱了，刑满释放的那天，他没有回村，也没有再来找过我的麻烦。听说他去了南方的工厂打工，从此杳无音信。时间终究抚平了所有的恩怨，也沉淀了所有的真情。这1年的秋天，又是一个丰收年，村里的有机苹果再次卖出了历史最高价，村民们的收入又翻了一番。丰收节那天，村里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村民们在村委大院里摆了几十桌酒席，杀了猪，宰了羊，拿出了自家酿的果酒，全村人聚在一起，欢声笑语，热闹非凡。酒席上，村长端着酒杯，带着全村的村民走到了我面前。小川，这杯酒我们全村人敬你，没有你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我们这辈子都记着你的恩情。所有村民都端起了酒杯，齐刷刷地看着我，眼里满是真诚。我端起酒杯，看着眼前这些熟悉的面孔，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心里百感交集。各位乡亲，这杯酒不该我受，应该我敬大家。是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是大家陪着我一起把这片荒山变成了丰收的果园，把这个穷山沟变成了我们的幸福家园。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把这里建设得更好，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我说完，仰头喝干了杯里的酒，辛辣的果酒划过喉咙，却暖到了心底。那天晚上，全村人都喝得很尽兴，唱着山歌，跳着舞，一直闹到了深夜。酒席散了之后，我一个人慢慢走到了山顶的泵房，月光洒在泵房的墙上，洒在那台依旧在平稳运转的老电机上。它已经陪着我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光，外壳上的油漆早就斑驳脱落，却依旧动力十足，从来没有掉过链子。我伸出手，轻轻摸了摸电机冰凉的外壳，就像摸着一位多年的老友。老伙计，这么多年辛苦你了。电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像是在回应我。我走到泵房的门口，看着山下的村庄，万家灯火，温暖明亮。远处的群山在月光下连绵起伏，像一条沉睡的巨龙。我想起了当年被赶出村子的那个下午，我开着皮卡车，拉着这台电机，身后是漫天的黄土和村民们的哄笑。那时候的我，心里满是委屈和不甘，却从来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我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到这里，守护这里。原来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顺风顺水的坦途，而是在经历过背叛和伤害之后，依旧能守住内心的善良和初心，依旧能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风再次吹过山谷，带着漫山遍野的果香，带着井水的清冽，也带着丰收的喜悦。泵房里的电机依旧在沉稳地运转着，它的轰鸣穿过山谷，穿过岁月，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丰收序曲，最长久的安宁守护。而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终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下，岁岁丰收，年年兴旺，永远星光璀璨，晨光明媚。